这是地球上最神秘的6大未解之谜，因为太过于离奇，直到现在科学也无法解释。最恐怖的竟然在中国。第一个，我们人类究竟来自于哪里？在100多年前，达尔文公布了进化论，彻底推翻了神创论。从此以后进化论成为了科学界的权威，甚至还写进了教科书。所有人都相信我们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，但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，进化论却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，甚至有科学家说，人类很有可能不是地球的原生物种，因为地球上其他的生物在出生几个小时之后就有独立生存的能力，而刚出生的人类婴儿至少需要抚育3年才能拥有基本生存能力。其次地球上所有的动物里只有人类会腰疼。如果人类来自于外星世界，那么这一点就好解释了，这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地球上的重力和人类母星上的重力不同。第三，这也是进化论里最致命的一点，如果人类真的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，那么肯定会有很多过渡性的阶段，但直到现在科学界依然没有找到过渡性进化阶段的化石证据，就好像人类是凭空出现的一样。如果人类真的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，那么为什么现在的猴子它还是猴子，没有进化成人类或者是其他更高级智慧的生物呢？第二个，马里亚纳海沟之谜。在2018年，科学家在马里亚纳海沟发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，这里的海水竟然存在着倒流。每年大约有30万亿吨的海水被马里亚纳海沟吞噬，无论科学家怎么找也找不到这30万亿吨的海水它最终去了哪里。其实我们华夏上古奇书《山海经》对这一诡异现象还真的早就有解释。《山海经》中记载了有一个叫做归墟的神秘之处，世界上所有的水最终都会流到那里，然后消失不见。这一特性和马里亚纳海沟吞噬海水的现象竟然完全的吻合。除此之外呢，它们还有2个相同之处。《山海经》中说归墟没有底，而马里亚纳海沟也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，深度达到了11000多米，即便把珠穆朗玛峰放进去，离海面依然有2000多米。以古人的能力，他自然探测不出马里亚纳海沟有多深，也就符合没有底的这个说法了。《山海经》中还记载归墟位于东海之外，而马里亚纳海沟的位置也正好在这里。结合种种的证据来看，马里亚纳海沟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归墟。第三个，神秘的挪威光圈。在2009年12月8日，挪威北部的夜空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光圈，它呈现出螺旋状，并且以顺时针的顺序还不断的旋转，中间还发出了一道蓝色的光束，照到地面上。大约1个多小时之后，光圈中心变成了黑洞，外面的那些螺旋状的光圈也不断的向里收缩，最终消失不见了。有人认为这就是 UFO 降临地球所留下的痕迹，也有人认为这就是一种怪异的极光，但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。第四个，车里亚宾斯克州的陨石事件。在2013年2月15日中午12点半左右，车里亚宾斯克州上空突然出现了一颗巨大的陨石，它的长度18米左右，重量超过了1.2万吨。就在砸到地面上的前一秒，这颗陨石突然发生了爆炸，解体成无数个小陨石。这一幕正好被行车记录仪拍了下来，车主将这一视频上传到了网上。随后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在陨石爆炸之前，有一道神秘的黑影从后面追上，将陨石贯穿，然后这个陨石就发生了爆炸。目前人类能制造出来的飞行速度最快的武器也不过10马赫，而陨石坠落速度在50马赫以上，人类根本就没有能力从后面追上陨石再将其击穿。如果这颗陨石它没有爆炸，而是直接砸在地面上，那它释放出来的威力将会达到广岛原子弹的1000倍，周边的3个城市会被瞬间的淹没。因此很多人猜测，这很有可能是高等文明在默默保护着人类。第5个，通古斯大爆炸。这个未解之谜同样发生在俄罗斯。在1908年6月30日，俄罗斯的通古河地区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巨大爆炸。这场爆炸的面积达到了2000平方公里，推倒了8000万棵树。爆炸产生的余震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都能监测到，巨大的爆炸声足足环绕了地球3圈才逐渐消失。有人说这场大爆炸是因为陨石撞击，但在爆炸中心方圆100公里内也没有找到任何的陨石碎片。还有人说这是核弹实验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选择在自家的森林里进行核爆实验，而且爆炸中心周围没有一点的辐射痕迹。直到今天，科学家依然没有能找到这场离奇爆炸的真相。第6个，帛书版道德经。在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版道德经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看的道德经它居然是假的，其中超过700多处被后人恶意篡改过。比如道德经中说大器晚成，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却写着大器免成，意思呢是顺其自然的成才，和大器晚成这种心灵鸡汤它完全不一样。曲则全，枉则直，这是我们从小就学的，而出土的帛书上写着曲则进，枉则定。原来老子的意思是让我们勇敢和坚定，而不是所谓的委曲求全的这种毒鸡汤。我们的书上还有一句话叫做与善人言善信，这又是出现了仁义的字眼，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却写着于善信。
这个改动啊就比较大了。但是老子本意的愚善信呢，根本就是和仁义扯不上丝毫的关系。仁义是给我们带不来任何的好处的，所以啊就不要学了。而更有毒的呢，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这可是我们书中的洗脑神句了。别说青少年了，企业老板的办公室也经常会出现这句话，而出土的帛书居然是上善治水，水利万物而有敬。无论你如何理解有敬啊，它都和不争无为没有一点的关系。历代君王为了护卫皇权，固化民众思想，把原本这么强悍的道家文化篡改成这种让人失去斗志、失去竞争的思考方式，也可谓是煞费苦心。而最可悲的是呢，假的《道德经》我们竟然学了2000多年。虽然这些差异有的仅仅是一字之差，但可向后人表达的意思啊，却相差了108000里。而《道德经》被篡改啊，是因为老子的智慧它太过于超凡脱俗了，这让统治者有了很大的危机感。统治者不想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领悟到老子的智慧，这才篡改老子的传世书籍。而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是1973年的事情，到今天已经50年了。而帛书《道德经》却没有普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还是没有人想打破这种长久以来的固有思想。但庆幸的是，我们遇到了网络时代，这才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原本的文化是强悍的。所以这本帛书版《道德经》啊，建议每个人都要多收藏几本，不仅可以更新一下我们长久以来的三观和思考方式，如果家里有孩子的，也要趁早看，对以后的帮助也是很大的。这本书呢，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。